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心情不好？心里堵得慌，上来透透气。你每天都这么忧心忡忡的，对肚子里面的孩子不好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心情好与不好不是自己能决定，况且我还经常决定不了。你突然想打掉孩子，是因为你妈那天给你打的电话吗？我们那天在医院被我老家邻居阿姨看见了，她告诉了我妈，我妈就非逼我回去跟她解释。可如果我告诉我妈说我跟沈侯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她肯定不会让我把这孩子留下来的。所以，我还不如自己做一个了断。那孩子的事情，你想怎么跟你妈说？我可能会被打一顿，然后她会跟我断绝母女关系，这样已经习惯了。但是既然我已经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来，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陪着他长大。你知道吗？单亲妈妈不好做的，有许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别的不说，孩子是没有父亲的，本身就要承受各种异样的眼光。要是你妈也不接受的话，光凭你一个人的爱，恐怕不能弥补她内心的缺失。这样对孩子成长非常不利。我的人生怎么那么难啊？你早晚会知道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才是人生。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我必须要独自去面对这些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什么办法？就是我跟你结婚，这个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。你也可以告诉你妈，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陈志远，你疯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就当我有病吧。哎，不是，为什么呢？你要钱有钱，要事业有事业，要相貌有相貌。只要你说一句你想结婚，应该大把的姑娘想追着你来吧？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那只是一种形式，你可以当做是一种交易。交易？那交易也是要在双方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才能正常进行吧？我在这个婚姻中我能得到好处，那你呢？你能得到什么？好，那我就来说说我们彼此之间获得的好处。首先，你需要婚姻来养育这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给你妈、给你的亲人一个交代，算是解决了你眼前最急迫的问题。而我也需要婚姻，来给我的家人、给我的亲人一个交代，让他们不用再为我的婚姻而操心，我也可以安心的继续做我的事业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跟你结婚是一件双赢的事情。你的理由虽然听上去都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可取。你我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对不起。喂，妈。杨小晨，我现在在车站，你立刻来接我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妈来了，她在车站。哎，你现在过去不太合适吧？
你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还怀着孕，这万一真的要动起手来，这样吧，我先让老李接你妈去我家。为什么要去你家呀？你跟你妈现在最好不要单独见面，有我这个外人在，你妈多少也会顾忌一些。但是我总得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吧。我现在是在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考虑。程总，辛苦了，老李。阿姨，请进。妈，房子挺大呀，你的，你够有钱的啊。叶小晨，你本事够大的，知道傍大款了。我跟你爸爸这一辈子本本分分的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女儿啊？我没有，妈。脸，阿姨，你给我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你呀！真的？你撒手！妈，我没有。没有，那沈侯怎么说啊？你不是因为傍大款把他甩了吗？你告诉我，这肚子里的孩子谁的？说！妈，有本事做不敢认是吗？你跟我说，这到底是谁的？阿姨，这孩子是我的。不是妈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到底做的是什么事情啊？啊？妈，我都没脸！颜之强，你怎么养出这么个闺女？我说不让你上上海，不让你上上海，上海你就学这个呀你？啊？你听我说，不要脸呢你啊！我都觉得没脸。妈，没有你这么个女儿，我不是你妈。妈，你听我说，这孩子不是他的，这孩子是……不是，阿姨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刚才小陈跟我置气呢，所以才说这孩子不是我的。小陈有男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腾他呀你？你们这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现在这怎么办呢？啊？阿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小陈结婚的。我会对他负责到底，给他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就是胡来了，真是。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可是，你大好的条件，你怎么就甘心被我这么耽误啊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现在也不着急结婚，你也没耽误我什么。
我只是在我空闲的时间里面帮了你一个小忙。结婚对你来说，就只是个小忙啊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我们就坦然面对。如果你遇到了你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就马上离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等过了这关，将来的事情我们将来再说。